么说朝鲜从没有把中国当大哥呢？今年的7月27日，平壤举办了朝鲜战争停战71周年，用我们的话说就是抗美援朝71周年。但是人家请了俄罗斯、越南、古巴，却唯独没有请出力最多、牺牲最大的我们。所以金灿荣说，朝鲜从来没有把中国当大哥，1秒钟都没有。朝鲜从来没有把中国当大哥，从来没有，半秒钟都没有。所以中国有些网民还觉得我们是他大哥，这个心理是不对的，这不符合历史事实。其实从他们这次活动的名称就能看出来，人家叫朝鲜战争停战71周年，压根儿没有提抗美援朝的事情。你去看各国的历史叙述，就会发现，对于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作用，美国和韩国都是肯定的，都说如果没有咱们的介入，现在朝鲜半岛肯定是另外一番样子。唯独在朝鲜的历史叙述里完全不一样，咱们的志愿军完全变成了从属地位，受到伟大的日臣将军的领导，将美军打的是节节败退，连彭老总也得虚心向将军求教。这个说法也不是最近才有的，早在1955年苏联使者访朝的时候，就发现关于朝鲜战争的纪念馆里，志愿军的成分是很少的，基本都是朝鲜人民军的事迹。当然这样也可以理解，因为金氏家族要加强地位，就必须往自己脸上贴金。这里反映出来的问题是，朝鲜的立场和咱们的立场很多时候不一致，所以他们的中央通讯社才多次的批评咱们。其实在很多问题上，朝鲜的做法对我们是有危害性的，比如关于核武器的问题，朝鲜自己当然希望他有核武器，但是他有核武器对我们来说可不是好事情。朝鲜有核武器，韩国为了自身安全就必须要有吧，要么美国给他，要么自己研发。双方要是打起核战争，我们难免被波及。而且这样一来，东亚5国朝韩日都成了有核国家，再加上俄罗斯、巴基斯坦和印度，咱们就成了有最多有核邻国的国家。那你说这能是好事吗？还有这一次普大帝访问朝鲜，签订了同盟协定，对我们来说这也不是好事。朝鲜、俄罗斯一南一北2个有核国家，咱们在他们中间，而且还不是他们的同盟，这是不是也是潜在的战略威胁呢？很多以前强调立场的人，这个时候就忘了立场，无限的挺俄挺朝，支持俄朝联盟，支持朝鲜拥有核武器。他们忘了，当初之所以要打朝鲜战争，要在别人的土地上流那么多血，也是为了咱们的国家，为了我们这些后辈啊。